大家好，我是微庄主。那我刚刚完成了一场公开的直播，我会录几个视频来简单的概括一下这场直播的主要内容。那我在这场直播当中呢，有提到了巴菲特的现金持有量史上最高，那是不是你关注错了方向哈？应该怎么去理解巴菲特的现金持有量的问题？然后我还提到了，就是说超级周来袭的话，我们要关注什么哈？所谓超级周就是美国大选跟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然后我也聊到了这个 A 股的一些方向。如果感兴趣的话，想听细节的话，欢迎你们找一下我刚刚做的这场直播哈，它是公开的，每个人都能看，然后去看一看具体的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好，那我们先讲就是巴菲特的持有量史上最高，你关注错了方向了没有？那这个图呢，应该是大家在新闻当中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可以看得到的，它本质上是巴菲特持有的现金量史上是最高的。但其实呢，如果你看这幅图，你是看不出任何结论的。为什么哈？如果你看的话，其实它很多年都是史上最高，如果没有后面只有前面的话，很多年都是史上最高，那你怎么去分析呢？对吧？那还有了，那现在的$1跟20年前的$1，它的购买力也不一样，那你怎么去理解它现金的持有量？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假如说你现在持有$10,000现金，但是你整个可投资的资产是$100万，跟你现在可投资的资产只有$20,000，你有1万现金，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在研究巴菲特他持有现金的时候，本质上应该是去看他的现金占总资产的比例，现金持有比例。那这个是计算出来的巴菲特的现金持有比例，是不是就清楚多了？那上一次大概是这么高的时候呢，大概就是2005年，对吧？是在金融危机的前期。那大家也看到，就是说它这个现金持有啊，它其实你看它往上走，它是逐渐的增加，逐渐的卖，因为它的持有量非常大，它的仓位非常大，它没有办法一夜之间就完成哈。但是呢，其实它也做了一个快速的择时，在这几年，看在2000年的时候，2002年到2002年，其实它快速加仓了，然后这次又快速减仓，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哈。未来有没有可能再继续提升呢？是有可能的。那原因呢，我也在直播当中讲了，非常推荐大家过去看一些细节哈。那我们在这个现金持有比例当中呢，其实就可以看出一些东西，就是说它会提前很长时间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看一下哈，我们怎么去理解他做这件事情的位置？你看他2005年持有现金量是最高，他拿这个现金去做什么呀？他会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不断去买入，对吧？把现金放在手上，然后找机会进去，然后进去之后呢，又是持有一段时间，再逐渐的，由于整体的股市位置高，它在逐渐去降低它的仓位。这个是我讲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美股财富密码，它本质上是通过通胀调整以后的提取的美股的周期哈。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巴菲特跟其他的另外一家很有名的机构，我忘记了哈，我也今天太忙也没有时间去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查一下。就他们会提到说失去的10年，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可能会面临失去的10年。那大家可能会经常听到的是日本的90年代失去的10年，对吧？但其实失去的10年在全球范围内是很常见的，这种就属于失去的10年，就它横着走，它的股市是横着走的哈，包括这种地方都是属于失去的10年。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美股位置高了之后的整个的一个周期位置下行期，它就是失去的10年，看到吗？那现在又是这个位置，那它在2005年的时候现金位置最高，大概是这种位置，也就是它创了一次新高，它已经是很高了之后，它又继续去减仓，减到这个位置，等于说市场又给它了一个机会，让它在高位减仓，对吗？但它这一次呢，也是在第二个哈，但是就是说它在这个周期位置顶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加大了
现金的持有量，而不是在这个周期位置往下走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说他从这个里面学到了一些经验所以他在周期位置高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把现金部位加大那我们也经常听人讲说，巴菲特的政策就是 buy and hold 嘛，就是说你买了然后你持有，就是价值投资，你不做择时。但是我想请问，那么这个幅图你看到了什么？这种是将近30%还有一种算法它是将近50%，这种差别20%的仓位是非常大量的。那这个又是什么？都是择时都是择时。所以有很多朋友问说，股市能不能去预测？其实呢，短期是难预测，但像这种失去的10年这种，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分析预见到的。所以巴菲特的这种现金的比例告诉我们，现在美股的泡沫已经很高了，有可能会面临失去的10年，也就是美股是横着走的10年。那么其他资产怎么走，我们再往下听如果在整个听的过程当中，大家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你点一个赞，点一个收藏，里面很多数据你可以反过来再回来看。那聊完了巴菲特的现金持仓怎么去理解，那我们回来看一看 A 股。A 股呢，这个最新的数据已经出来了。如果我们从宽基指数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那它最好的这个方向是创业板指跟沪深300。那么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说牛市的前期主线并不明显，大家都鸡犬升天，都往上涨，对吧？那后期走哪个主线呢？就是看它基本面的数据出来了之后，对吧？那可能我们就会有哪个方向我在直播当中讲的更详细，建议你回去看。那我们看市场是怎么说话这是套利 K 线，这是沪深300跟万德全 A 的套利 K 线，就是说它并没有展现出来它相对于整个 A 股的强势。那么如何判断我只在小圈子当中会跟大家聊感兴趣的可以去看。还有就是说，包括如果我们不看宽基指数，我们看风格的话这是中信指数的风格，那分为不同的话，消费是最多的。我们把消费指数拿来看的话，它也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近期它会跑赢。套利 K 线大家一定要懂回去我有专门录一个短视频，然后呢在上一周的时候，我在组团当中给大家做了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直播，可以说是过去1年当中最重要的一场直播之一，帮助大家怎么去找到市场中的主线。那么我们会发现什么？我们从这些数据当中会发现什么？基本面在说一套话，市场在说另外一套话，对吗？就像近期我们说美联储降息了，但是美债利率却上行的，市场有市场自己的看法，它会交易出它的预期，不一定说你说美联储你就怎么样，你最后产生的结果就会怎么样，对吧？那我们也会看到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基本面在说一套话，可是市场在说另外一套话，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该听谁的呢？对吧？我相信聪明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对吧？我们看说成长，它同比是最不好的，那最好的是消费。我们看消费，其实它并没有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提示，在中期它会跑赢这个套利 K 线怎么去看，在主团当中有分享包括近期有朋友问说那央企的话会不会就是说国家支持会更多？那我们看套利 K 线也并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消息这是市场交易出来的，不是我说出来的，是数字从价格当中看出来的。对，那么包括央企认为在中短期之内是跑赢的概率小，加上银行我之前也讲过，它也已经就是超收益已经跑完了就是说这些都有反转，都有收益，可是它的超额收益，就是说所谓的那个会不会是大幅上涨的主线，目前看应该不是。好，那么我们在这一周还会再进行一个主团的直播哪些方向最近1-2周形成了向上的结构？那我在上一周当中已经分享过了一些方向
好，那也帮助大家理解目前的行情。那么这一周我还会再继续分享，就是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讨论哈。如果这次内容对你有帮助，请你随手点一个赞，然后点一个收藏哈，这些数据你都可以返回去琢磨。好，祝你们投资顺利。更多投资策略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微庄主低策略圈”。